家好，欢迎来到台湾阿嬷的芭比时代。大家一定听过一句话：开门7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从这个比例上面来看，酱醋茶占了3项，所以呢，可见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重要性。而酱醋茶呢，是属于饮食生活当中的不可或缺的调味品。那么我们的生活当中，除了这些调味品之外呢，也许在当今还有各式各样的调味品。基于现在大家在饮食观念上的以及饮食安全上头的注重，也许有一个项目的调味品是我们许多人既爱又怕受伤害的一项调味品，那就是味素。是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家常调味料呢，就是味素，或者有时我们也将它称作味精。其实味素的发源来自于一个非常家常的料理——汤豆腐。当时是由东京帝国大学的化学教授池田菊苗先生所发现的。而池田先生从小就对汤豆腐的甜味十分的好奇。1907年时，池田教授发现了昆布当中的化学成分谷氨酰胺，就是使汤豆腐的味道更加甘甜美味的一个关键。因此，池田教授便和当时的铃木制药所合作开发这个商品，并于1908年取得专利，将这项新调味料取名叫做味之素，日文发音叫做味の素，继而开始将这个调味品商品化，并且展开贩售。或许其实大家对于味之素这个品牌并不陌生，时到今日，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在电视上经常听到味の素，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味之素。那么味之素是何时进入到台湾的呢？根据日本味之素的官网所记载，在1910年5月，在台湾设置了特约商店。但是我们从台湾报纸的广告文献当中可以发现，在1909年的8月，台南已经有一家名为万货商会的特约商店开始贩卖味之素。广告中甚至宣称味之素比煎鱼、昆布还要更美味50倍呢。而官网当中所提及的1910年的特约商店，所指的应该是月制商店。据说是因为月制商店的员工到了日本东京进行蜜月旅行，而他们住宿的饭店刚好在味之素本店的附近，于是被本店门口的广告所吸引，进入了店内，从此打开了味之素在台湾流行的序幕，也间接开启了味之素进军中国的道路。从当时的报纸广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味之素受欢迎的程度。在1920年代，味之素甚至于在中国进行广告战，为中国所打造的各式各样的广告当中呢，不仅有中式打扮的男女，还充满了中国的元素。而这些广告呢，也被拿回台湾使用，刊登在台湾日日新报的汉文版上。接下来我们看看一则1928年的味之素广告，是一则充满中国元素的广告。这则广告呢，以3个漫画的方式呈现，图中是一位正在吵架当中互看对方不顺眼的夫妻。第2格当中，餐厅的厨师说到，因为吃了加了味素的菜之后，接着就看对方可爱了，觉得对方是不可或缺的，然后最后的结论是他们就和和睦睦了，是不是很有趣呢？另外，接下来的是一则1934年的漫画风的广告，也是十分的逗趣，甚至于可以说是有些夸张。广告当中说到味素是八方美人，其实八方美人这一词原来是说一个人八面玲珑，面面俱到。可是这个词用来形容味素，我想应该是意指它用途广泛，能够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和味觉的
要求的意思吧。这则广告当中说到，吃素的人一定要用未知数，旅行登山者也总是携带未知数。食欲不振的人如果不用未知数的话，就太傻了。而未知数甚至于能够达到节省时间和经费的效能，同时它也是家中厨娘和负责料理饮食的仆人们的好帮手呢。另外，这则广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几则十分显目的文案。斗志来自于食欲，日本的味道，使用味素能够食欲旺盛。精神抖擞奋战中的日本军，这则广告文案试图告诉读者，使用未知数能够带给健康和精神上的各种好处。图中搭配从事着各项体育运动的图，图中有人正在跳水，有人从事鞍马，有人从事马术、跳远、游泳，甚至丢铅球、跨栏等等。这些运动当中的图充满着跃动感，仿佛是说，食用了未知数之后，人们就能精神百倍、体魄强健，甚至能够从事十分专业的体育项目。还有什么样的场合可以用到味素呢？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它曾经作为年节馈赠的人气商品。时间来到1921年的12月，在台南新报上面，几乎每隔2-3天，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则未知数的广告。这样子的放送频率堪称强力放送。在文案当中特别强调未知数的普遍性、受欢迎程度，以及在增加料理风味上的方便性。时间就是金钱，在繁忙的岁末时节，味素是馈赠的最佳选择。再来，将来未知数一定能够遍及全国上下，家家户户。另外还说到，现代家庭的必需品，家庭主妇的心头好。更甚者，只要用过一次，就会因为它的方便性而爱不释手。此外，未知数也被赋予了实用功能性以外的消费意义，也就是作为进步文明的象征。例如，这一则广告当中的文案，就以“进步”一词作为标题，并以粗黑字体强调，试图引起读者的注意。文案内容中强调，不分男女，不可守旧，有未知数而不用，人用旧式料理绝对是不能与时俱进的。这意味着味素具有新和进步的意涵。再者，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广告文案当中的视觉意象，是一个阅读中的女子，是不是很像时下流行的图文不符合的概念呢？图中的女子穿着改良式的旗袍、高跟鞋，用一种优雅闲适的从容姿态进行阅读。未知数将女性带出厨房，脱离料理家事的束缚，进而能够从事追求知识的活动。这样的连结怎不能打动当时新女性的心呢？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各种广告的行销方式之外，未知数公司呢还举办了送奖金、送奖品的促销活动。例如这一则1927年的广告当中，可以看到当时候未知数公司为了推广未知数而力图推陈出新地推出了包装精巧的小罐未知数，于是举办了一个买小罐包装未知数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的广告。广告当中写到，赠送10万元出售，也就是奖金奖品的总额高达10万元。10万元可谓是不惜重金的一个宣传投资。广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活动地区除了日本内地以及台湾之外，甚至于还远到朝鲜、满洲、华泰等等日本的政治势力所及之处。另外，同时民间也层出不穷地出现了山寨版的未知数。
杂牌味之素，可以想见味之素在台湾的受欢迎程度。例如，有一些味之素的山寨品牌，味之心、味之富、旭味，这些名称呢，企图以一字之差来误导消费者，或者是说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味之素从日治时期开始，以它的功能性以及各种形象和意义，进入到台湾庶民的饮食生活当中。而台湾人对味之素的热爱，甚至于持续到战后。战后初期，有不少台湾厂商趁势设立了味之素工厂，但是这当中消费者最难忘的仍然是味之素 Ajinomoto。所以味之素的走私事件层出不穷，使得台湾厂商必须要设立工会来自救，政府也因此实施了严加取缔的行动。现在我们在台湾仍然可以看到各式的味素品牌，比方味全、味王、味丹、金金，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品牌。但是这些品牌的包装和花样、图文跟味之素是不是十分的相似呢？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味之素对台湾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啊！除了味素之外，另一个影响台湾庶民饮食味道的就是味噌。在台湾人的饮食当中，味噌或者是味噌汤是很有亲切感的。可是味噌传入台湾的时间几乎与日本时代同步。在1938年1月份，吴新荣日记当中所提到，他经常穿着和服，喜欢吃泽安。所谓的泽安，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腌萝卜。喝味素汁，其实就是味噌汤。吃刺身，刺身就是生鱼片，并且以日语交谈思考。另外，吴新荣在他的另外一篇文章《我的内台生活之交流》当中也提到，因为小孩子非常喜欢喝味噌汤，所以早上除了吃台湾粥之外，也会食用和食的味噌汤。吴新荣提到的味噌，最晚在1930年代已经出现在台湾都市人的家庭餐桌上面了。虽然对台湾人而言，它们只不过是一种调味品，跟日本人将味噌当作家庭的味道的饮食经验其实是不太相同的。但是因为味噌的味道和台湾固有的食材豆酱很类似，而且能够和台湾其他的食材进行搭配与融合，以至于经常被当作是台湾人日本化生活的象征。但是味噌仍不免遭遇到来自传统的抗拒，特别是在1940年到1945年的战争时期，因为食物配给制度的影响，味噌、柴鱼等日式食物经由配给制度更加普及到城市人家的餐桌上面，于是引起了部分台湾人对于日常生活当中被迫日本化或者是皇民化这件事情感到担心、焦虑，进而产生抗拒的心理。他们不认为味噌是台湾人的食物，或者台湾人家庭当中不应该食用这些食物。作家吴浊流在他的《先生妈》一篇文章当中，就特别嘲讽到那些在早餐时吃味噌汤而不吃油条的皇民化台湾士绅，也借着小说中的主角先生妈拒绝喝味噌汤这样的日式早餐，来凸显当时候台湾人透由饮食生活对日本化的一种抵抗。关于舌尖上的新滋味、味素与味噌，就先介绍到此。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课题，就是来观察观察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除了味素、味噌之外，是否还有哪些已然习以为常，
但是却是有着有趣绅士的味道呢？那么我们下个单元再见喽。